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4.02，收盘价是168.3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8.82，最低价是在163.2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8295.01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1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目前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后的横盘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最低也就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，上方呢在缺口的中线遇到了压力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高的附近，那收盘价也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我们说虽然是成交量是量缩，但是当日的这个成交量较之前的交易日应该说是基本相同的，然后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。那这样一来说明日后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但是继续反弹的可能呢，还是要有一个条件的，就是说日后股价不能低于这两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63.28这个位置。那如果日后股价出现了新低，或者是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6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69。实际在4月3日收盘价是在168.38，是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是相接近的，但是呢走势是完全不同的。那实际发生的走势呢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盘内是出现了反弹，最后收在高位。而我们预测的这样的反弹呢，是回补缺口之后出现的反弹。那走势不同实际上也就预示着日后的股价的走向也是不同的。那出现这样一根实体小绿 K 线，收盘价过前一日 K 线最高，那股价日后是有继续反弹的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不变，就是184。站上这个位置是继续目前的或者说是继续自2024年3月1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因为就目前股价
我们会看到出现多头趋势之后，现在的股价呢出现了新低，也就是瓦解了这个多头趋势，但是下方仍然有底高。那如果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多头趋势，上方还差头高，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目前依然是184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啊，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，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缺口，还有就是各条均线值。那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76附近或者177这个位置，这将是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。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3部分压力啊，将是给股价的上行造成了一个阻碍。好，那么如果184能够被站上呢，接下来就是206是这个目标。对，如果206被站上呢，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，那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65，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，现在我们有一个目标是166，这是前低，是3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虽然目前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了新低，但是收盘价依然还没有跌破这个目标，所以我们继续保留它，因为这个位置呢，将会继续是一个支撑。对，虽然这个支撑不是很强，但是它依然是股价下行的一个目标位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说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160.51。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啊，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63，我们认为目前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160.51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被跌破啊，就是说要收复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涨幅。那么股价再继续下行，我们说下方还有一个目标就是10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出盘中要关注的一个位置。那在盘中啊，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位置，要把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出的是164.75，也就是这个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。那么到了4月4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啊，是这根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 K 线的最低，我们把它下移到163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虽然当日的这个反弹啊，成交量我们说较之前是基本相同的，但是对于前一个交易日，它是一个量缩。对，价涨量缩，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那么日后股价是很有可能是出现反转向下的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要关注这2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163。那如果在4月4日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一旦在盘中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啊，连续出现的2个交易日出现的小绿 K 线，这是一个休息的 K 线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对，所以我们在4月4日盘中要特别关注163，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够支撑住目前的股价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说明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174附近
5%进场，在3月20日，收盘价176附近10%加仓，那成本是在175附近。之前如果没有获利，我们多次说过，那一定是要等待加仓做多的，所以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66。那到了4月3日，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，因为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。那么在4月3日收盘价168.38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虽然说这是一个反弹的 K 线，收盘价超过了前高，但是呢，这个成交量不是量增，是一个大幅的量缩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，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。对。那么，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仓位的描述。那么到这个仓位到了4月4日，我们要继续给出止损位，我们依然守166。这是在技术上。那当然，如果说能够承受更大的损失，那么也可以守在这2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是163，但是在技术上，我们说跌破166是一定要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170到172，是守5日均线值。还有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在177附近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160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，是169到170之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70到172之间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在173附近。虽然这3个压力位在数值上是连续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分开。那这样一来，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上方这有一个很宽的一个压力区间，所以说股价如果反弹我们说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说的压力比较多，并不是说压力比较强。那最强的压力在哪儿呢？就是我们说的第4个压力位是177，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这是强压力。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将会瓦解这样一个就是说在蜻蜓线之后出现的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将会瓦解这样一个下跌的动能。对，所以强压力在177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163，第二个支撑是160，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52，这是下方的3个支撑。那么强支撑呢，我们说目前比较强的支撑就是在163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。如果是继续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7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71。然后收盘会收在170附近。另外一个点位同样的走势，但是呢最低呢我们说是到168。对，
同样是高开盘或跳空的高开盘，最低如果是到168，然后上方最高如果能到达176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7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我们说是回档。如果是出现回档呢，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0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6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行呢，我们认为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